大部分是雷同的，就是人气很旺。然后来到这边的，像我们来说呢，就是有很多收获，就是原来的一些藏家买家呢，他们每年都在这儿，不一定来到北京参加我们的拍卖会。就像现在我们这个线上直播的拍卖呢，今年呢倒是增长很大，就是很多买家呢，他不会来那个线下这个现场来去购买艺术品，他的懒，他就是直播上买就可以了，他相信这个主播人啊，但021不一样，021呢，一个是上海这个氛围，这个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年轻的藏家，这个作为年轻藏家呢，我又感觉到呢，就是大部分是有这个出国留学的这个经历，然后回来呢又创业或者工作呢，或者家里面的家境也不错呢，他们呢就是有的是收藏的，有的呢就是这个来看的、来学习的，就这个气氛在这边。刚才小东问到，我就觉得这个气氛今年，尤其今年这个，你说它经济形势不好了，但让我想象中的就是这个动产啊，艺术品算动产的这个顶尖的这个物品了啊，比房地产那个截然不同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我觉得今年的市场。可能说它也是个个性化的非标商品吧，我觉得它应该还不错，在这个从当代这个021当代这个整个这个气氛上来看，那我们呢就是说碰到很多不会来北京的藏家，但是一定要来这个博览会来去参观，也碰到很多呢就是没有参与过这个购买艺术品的这些。潜在的买家也第一次认识，所以每次来都有收获。好，谢谢赵总因为这个永乐也是这个博览会的这个常客了，最近几年一直来参与啊，他一直感受到一些新的力量的这些进入。那么接着你的话题，我想这个问问刘总啊，刚才赵总也谈了一个年轻藏家的一个问题，您怎么看待收藏的这些年轻的这些趋势？我记得之前跟您讨论过这个话题，就是收藏这个事儿，它实际上它也很复杂啊，也很长期。比如说刚开始买一件作品就是藏家了吗？还是说我们应该怎么对待收藏？您或许可以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其实我是，前2天嘛，我去了西安那个艺博会，因为今天嘛，因为答应赵旭跟小钟在这里说一个论坛，其实我都不知道讲什么东西的，那么来了嘛，是我看人很多，是吧？反正给我感觉就是人多，西安人也多，这边人也多，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现象，是吧？那不管这种现象是一种什么现象，是吧？就像刚才谢晓东说的，哪怕就是看热闹的现象，那也说明喜欢艺术的人越来越多了，那么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艺术？我感觉一个比较简单的道理，就是因为艺术能让你感受一种美感，如果艺术能让一个人身心疲惫，那不会有这么多人来的，那么至于刚才徐晓东讲到的年轻人那么年轻人跟我本身有代沟，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是怎么想的，我也很难去理解他们的行为，可能他们对我的行为更不能理解，所以我们是2代人，所以我很难用我的观点去评判他们的行为。您刚才有掌声，不要压抑自己，你们可以给刘总鼓掌。那么说到这个，刚才您谈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说呢，艺术给我们带来美感，给我们生活增加这些快乐。那我想接着问一下，
您觉得什么叫美，对吧？就是说，你觉得美的这些入你法眼的艺术品，它应该是什么样子？仅仅是贵吗？还是说有别的很多指标？其实我感觉美啊，就用一句比较简单的话，是吧？一个人追求美啊，就像一个90岁的老头子啊，就像我爸一样。前两天一个护士长得比较美，给我爸打针的时候，他眼睛直溜溜盯着人家，这就是美，对吧？我认为什么叫美？它是一个天性你很难用文字去表述把它赞美成什么样一句美丽的话美就是美，对吧？我认为一样的，艺术也是一样。好，这个比方是太形象了，是吧？美就是让你走不动的一种力量，对吧？一种吸引力。好，那么在这儿呢，我先插播一个小广告。那么龙美术馆呢，现在最近也刚开展了一系列的新的展览其中呢有一个肖像展，是展出了刘总他们几十年的关于肖像画的一个收藏而且这次的展览形式呢很特殊，那么一面墙上同时挂了很多件作品就是那种美的力量是铺天盖地、扑面而来势不可挡，所以你们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好，那么再说回来，我们来请教这个赵总。刚才刘总谈了美，那同样的话题，我想问问你，因为永乐拍卖它主要是做这个二级市场，对吧？它上拍很多经典大师的作品，也上一些相对年轻的一些作品，从古今中外可以说都包括。那么在你们看来来说，在您看来，美的作品是什么样的作品？好的作品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特质？你或者都可以举例子。这是好像很深刻的话题了，是吧？就对这个美，就是说，我再延伸一下，就是艺术我觉得打动我们的是，这个艺术它能打动我是一个好的艺术品，就这个艺术品呢，它并不一定是美的，但是它是能够打动我的对我可能我小时候觉得这个艺术都是有些人，有些明星打电话给我说，哎呀，说旭哥呀，说你这个作品好美哦，但是他说这好美这作品呢，可能也并不美他理解的是美，我觉得就是美的概念呢，就是当然美跟艺术好像是连在一起的，但我觉得艺术的概念是打动我们就像今年这个021，刚才刘总说这个人气很旺就是这个确实是现在有400个项目这个我是知道我听到也是但是没去看像这个就算一个项目它从5号开始的，到后天结束，就这一个多礼拜，这1个多礼拜7、8天的时间，每天有50个项目当然这项目。这个021算一个项目，但也可能一个艺术家的一个工作室开幕，它也算一个项目这样的项目，在这个疫情放开以后结束以后，在这个上海，你想它有1个星期之内有400个艺术项目出现，那我想这个对于上海和对于全国这些藏家年轻人。对于这种艺术的美的追求，是这个热情是比往年更加高涨了。那么说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数据对当然我听的一个数据是200，到您这儿是400我听的是400，我们这个渠道不一样。对。但是不管200也好，400也好，都说明这个量非常非常大对。我前两天我也是拿这个数字跟别人说，别人都吓一跳，说怎么这么多？是对啊。但是这个当然反映一个趋势，就刚才刘总也谈到说，只要更多的人去关注艺术、喜欢艺术，就说明这个艺术本身它内在的一个吸引力。那么当然也自然而然切入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说我们这个艺术品市场的一个未来，对吧？就是说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但是谈到这一点来讲的话，我们就必须还是得回到收藏，对吧？就是说我们应该基于什么样的初心去收藏作品，对吧？包括只有基于这个前提，我们才能够论断说它未来是个什么样子。比如说像赵总，你接触很多的这些收藏家，那么像刘总这样的。应该说是极少的当然也很多藏家也很大，他们收很多的门类。那么在你看来，他们有哪些共性？就是怎样才能
怎样才是一个对待艺术的一个正确的收藏的一个态度？您是不是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分享？就像就是我们在这个021这个博览会现场啊，这是个当代的这么一个博览会。当代呢，就是一个潮流嘛，一个潮流。那我从小接触这个的是书画，那就是当然在93年的时候，20年前呢，那时候是嘉德拍卖公司成立，他们的这个主流啊，那时候是近现代书画。后来到了00几年以后呢，这个古画呢，就是慢慢的，因为这近现代书画其实就是一个潮流，它这个潮流呢，可以说，当时我也很年轻，那时候我经常去国外去买一些这个书画，也不是买到古画，我就不像刘总一样，他研究已经成了一个道士了。我那时候就是这个买这个近现代书画，油画我都不怎么碰的啊，但在00几年的时候，慢慢我转到这个当代艺术上来了。那现在看呢，这个就是现在看就是这个0201，这个来到这边的这个来看的这些，说是藏家也好，说是爱好者也好呢，年龄都比我小啊，都跟小东似的，都是80年代的，甚至90年代、00后都是，那我是这个69年呢，就是算70后吧，69年尾吧，但这个就是就是这个潮流现在是变到这当代，原来是近现代就是当代。现在呢，这个当代我们当然也追溯到89、85啊，这个追溯到那时候新兴画会等等，也往前追溯，但是是以油画为主啊。那为什么年轻人又是转到这个油画来了呢？那就是说，刚才我所讲的，就是年轻人呢，他呢，就像刘总的小孩子啊，他们都是去美国留学啊，这个到外面去看这个美术馆啊，接触的是这个国际的这个艺术，那他的这个青春和这个求学期间的这个记忆是最强的，他这个接受能力也是最强的，也是最深刻的。那他回来以后呢，他在国外呢，这个年轻人在国外这个留学的经历，去接触的是这个国际这个艺术啊，这是我的理解啊。那回来以后，他呢，看到父辈的收藏呢，都是古画或者近现代，或者是这个中国的当代啊，他也有他的一个这个兴趣，他的兴趣呢，也是要结交他的这个周围这一代的这个艺术家呀，和他能够理解的，或者说在国外留学时候能够感受到的这个艺术，那这些艺术呢，其实就是现当代艺术。那就是说，现在来看呢，就是潮流呢是变到了这个当代艺术上啊，这个还有就是古代艺术啊，这次呢我是磨刘总啊，从刘总那磨了3件这个古代艺术，这个我也是对这个古画有所提高，认识上有所提高，就是这个古代艺术。它是一个就是存在1000多年的这么一个古代书画呢，它这个也是跟刘总交流过啊，就是这个收藏呢是缓慢的，它跟这个当代艺术呢往往是两个性质。当代艺术90年代的这些火的艺术家，张小刚啊、方力钧啊、岳敏君啊、王广义啊等等啊，那现在看呢。可能这个就是也是有一大票，这些一大票艺术家，他们那时候也是可能有个几千人啊有，但是现在能够在就是真正的严厉的2级市场上还能够交易的艺术家，可能就是春芽呀、周春芽呀、大刘伟呀、刘野呀，这个等等啊，还有一些但是。这些75后，贾爱丽啊、黄宇星啊，这个
80后的这个90后的这些孙一田呀什么的，等等这一块儿，他们都是跟国际艺术是接轨的。有这个，当然也有这些藏家或者一些专家给我讲说，现在这个形势啊，各种形势啊，但是我觉得呢，中国有14亿人，这个我觉得这个收藏大军呢还在，这个就是我的对于市场的感受。好，谢谢赵总啊。那么他还是表达了对于这个当代艺术的一个乐观啊，尤其是他列举的证据就是说，时代的变化啊，也包括新一代的年轻人的偏好，新一代的这个力量啊，而且他举了个例子啊，这让我想起一个别的话题，就是说以前人们讨论说为什么年轻人好像喝这个白酒的少了啊，后来发现说是年轻人还年轻，等他老了他也喜欢喝白酒。所以就回到一个古代的话题，就是讨论说，前2年也是一些朋友聊起来说，哎，未来会不会喜欢古代的这个会少呢？我说那人都会老的啊，等到时候年轻人变老了，他也喜欢了啊。所以接下来其实想问问刘总，因为刘总他是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开始这个其实涉猎了很多门类，但是我接触很多朋友，我突然发现有些人呢，他从一个领域呢他容易进入，可是他进入另外一个领域呢就比较难啊，比如他收藏。这个当代艺术，你让他去收藏古画就比较困难，啊，咱们刨去钱的问题啊，先说钱多这是一回事儿，但是就是说这个认知，我发现也是一个很大的壁垒，啊，有的人就是他说，哎呦这个古画太难了啊，如何如何，有的时候甚至说他收藏近现代，他也不去买古代，买古代不买近现代，就是他这个鸿沟呀就很大。可是我就接下来想问刘总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您怎么看待这个鸿沟的问题？为什么你没这个问题，对吧？就是能从古代、近现代、当代、中国的、西方的，对吧？全球化的视野。他说他这个跟年轻人不懂，其实他非常懂年轻人，他有一颗年轻的心，主要是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我感觉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啊，什么就是收藏近现代的啊，不收藏古代的，收藏古代的。不收藏瓷器、玉器的，这是吧？这东西啊，就矫情，是吧？就像生活中间一样的吧？你不要以为你家里会做饭了，你就把自己当成个厨师，对吧？啊，其实都很简单的，对吧？这个收藏嘛，你就很简单的东西的，一样的呀。就像你一个近现代一张画，你能收藏的，为什么就不能收在古当代？啊，这个没有逻辑上没有必然的一个，好像有个比例在这个里边，对吧？我认为很多人啊。可能自己还是一种更愿意的，对吧？在自己比如说熟悉的领域，对吧？那么可能因为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对吧？我认为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熟悉不熟悉的，人生本身来这一趟，就是来探索、了解世界的，对吧？这个收藏有什么门类的？我认为一点对我来说根本就没什么门槛的，对吧？没什么门槛，我也没想去花小钱去买个好东西，国宝买在手上，啊，所以我认为我只要正常的出价，是吧？没有什么门槛对我来说的，啊，那当代更是这样的，那当代嘛，你想想看好了，当代是特别简单的一个市场，是吧？那老的就60、70岁、70、80岁，是吧？你现在吴冠中死了以后，你想想好了，现在最老的人也就几十年时间，是吧？他创作生涯也就30、50年时间，啊。年轻的现在就90后的、00后的了，是吧？都有了。那么从中国当代艺术史来说的话，啊，我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史啊，连头连尾算起来一共就30年，对吧？一共就30年，对吧？这30年，今天你比如说好卖一点，明天它好卖一点，我认为都是正常的，对吧？啊，你如果拿个300年历史来看的话，可能300年以后这些人都不能卖钱了，啊。它其实当代嘛就是这样嘛，对吧？这就它是个表现的是当下的一种，公众也好，社会群体也好，对生活有一种观赏的角度吧，对吧？那你说，比如说2000年多一点的时候，对吧？中国刚刚就是当代艺术进入2级市场的时候，对吧？那时候可能更多的人关注的当代艺术的是什么？是一种符号艺术，一种记号艺术、记忆艺术，
是吧？像张小刚的，是吧？一家人，是吧？王广义的，是吧？大革命这种表现，是吧？那它都是一种符号，这个符号是一个时代的符号。那么现在其实它也是一样的，对吧？其实现在变成了什么呢？现在变成了时尚跟趋势，对吧？那么因为这种教育随着全球化的教育的学习，对吧？从80后以后，你像我们80后现在也差不多40岁了，是吧？我们整个改革开放40年，是吧？有20多年的对外的交流，对吧？所以全球化的教育体系，慢慢也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年轻的群体里边已经产生了。所以年轻人可能现在更多的，是一种自我的一种创造，那不像60年代的，是吧？60年代的时候，你像我们那些，就是模仿一下抄袭人家都抄不像样，是吧？就像那个叶什么？叶广忠？不是叶广忠，也叫叶永清，对吧？这抄都不会抄张画，对吧？人家这里画一个红的，他也画个红的；人家画个大叉，他也画个大叉，啊，这根本不用脑筋在这抄袭，对吧？那现在你比如说，对吧？你可能的抄袭，它可能就变了，对吧？现在说是学习，对吧？手法开始发生变化，对吧？那就是教育的成功嘛，对吧？其实我感觉，艺术市场。刚才小东又讲了，对吧？这个命题太大了，艺术市场的未来，我靠，太吓人了，对吧？你不要老是讲了一个很吓人的话题就弄出来，对吧？那我们3个人坐在这里，能讲出来一个未来，对吧？我感觉这个都是瞎扯淡，对吧？好，我们给刘总些掌声。刘总的风格就一向是比较直接犀利。但是他这个讲话其实也反映了他的一种就是多元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眼光。其实我想狗收藏呢，可能也需要这种眼光，对吧？因为对于赵总来说，你做拍卖也有很多的门类，对吧？刚才刘总讲的，对他来说这不是问题，但是呢，这个确实对很多藏家是个问题，对吧？他就是说，可能他熟悉这个领域，他容易有安全感或者是有信心。但这个话题里面，或者你也可以谈一谈，就是说。这种不同门类的这种艺术门类啊，你刚才讲说艺术不仅是美的，它是打动的，有没有一些共通的一些部分啊？就是我们讲共通的地方，美，对吧？你究竟是每种美是不一样的，还是说是一样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说以我个人收藏为例啊，就是我这个确实呢，就是一直向刘总学习啊。刘总他给我比如有偶尔的一个分享的几句话呢。我呢自己也是这样，就是理解的啊，就是我原来收藏这个近现代书画，后来呢，在这个00年以后啊，也开始去画廊里面去买一些这个当代的啊，我记得我在97年还跟曾梵志啊、王广义啊、方力钧啊，那时候还在新加坡还碰到他们，就每个人在那边办个展。办个展呢，他都是真的一张都卖不掉的，那最后那家画廊叫思民医院，那蔡先生，就是当时我是去那边买的书画，但他呢就说你这个买一张吧，我想那个价钱也不贵哦，我也是当时也没怎么买，但是也买了1、2张，那后来也没太当个事情，就放在家中啊，然后到了07年的时候呢，哇，这个确实是这个就被当时是我还在保利拍卖啊，当时佳士得、苏富比都来找我，来去那个争这些东西，也卖了很大的价钱，就是这个其实它也刺激我啊，就是近现代我的收藏。当时一直在收，有几个当代艺术，我觉得也挺好这个我也开始从那个就是00年以后也开始收这个当代艺术啊，尤其从06年以后啊，就开始收这个当代艺术，然后就是说碰到一个，那是96年的时候，那个瀚海拍的一个元青花呀。
这样一个，当然我叫它就是一个罐子吧，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在我们那个当时的保利拍卖，当时是没卖掉，1000多万啊，然后我想啊，这个东西就问我们的这个业务主管，他说这确实是瀚海拍的那件，原来是在文物公司里面的。其实我也不太懂元青花，我不像刘总似的，他是研究的，我是真不懂的。但是我觉得哇，元青花呢不是跟鬼谷子下山呢都几个亿的东西，怎么会卖不掉呢？我就硬着头皮真的是买了，付了1年的钱啊。但是这个买了以后，然后在19年的时候，我比较缺钱的时候，我就拿着元青花原价。就是给一个朋友，人家就接了，那厦门老郭拿来的，当时是，后来那当然就是说，哎，这个就是艺术品，它是，就是我觉得我不懂，但是我呢信这个传承，我这么一下呢，差不多也是14年到19年。也有6年的时间啊，我对这个元青花呢和瓷器也有一些理解，这个就是说这个收藏的概念呢，和对艺术品就是种类收藏的概念呢，我呢就是说，当然我也买一些这个家具类的，但是买的有时候也不好，或者这个紫檀的其实是红木的啊，但是这个也，但是就是也是，但是。我是喜欢啊，收藏这个东西呢，像这个，尤其是当代艺术这块呢，那我呢原来收藏罗中立的，收藏吴冠中的啊，慢慢我这个去年在前年的时候，有人说，哎，有个孙一田不错，说这怎么样的？我就是孙一田好像是在北京，我当时没买啊，到去年的时候，我一看，哇，现在听说孙一田真不错啊，是在这个龙美我看到，不是松美馆看到展览，我的好朋友就告诉我说，这个你看他这个松美术馆90后的这里面，孙一田是最棒的女艺术家啊。然后在拍卖会上我就举了2次，第2次我就买到了，就是说，哎，那买到了跟前年的价钱可能差10倍啊。但是就是说，那现在我看呢，好像也还是，就是那在慢上涨了一点，又不动了啊。那这我觉得我还是就是喜欢这个艺术呢，其实是喜欢。那我看别人买这个写经，那我也偶尔去有合适的，比较便宜的，也是那么大的，人家花400万，这定一个120，那我也去举一下去。试试这个对，其实艺术是多问，多交流，这个对，而且现在收藏的概念跟就是早期收藏的概念又不一样，现在是一种消费收藏的概念。它当然每个藏家没有不卖东西的，这个。对，但就是现在的这个周期长了，就是对，跟我们那时候90年代那时候几个月就在一个公司买了，到一个公司就去卖的完全不一样了。现在的概念就是比较理性啊，每个板块都比较理性。刚才那个小东和刘总都谈到这个。就是一个话题是未来啊，我觉得这个未来，对于我们弄这个2级市场这个拍卖来说呢，是一个公司的一个项目，它能不能做好，在我的理解，这个未来就是这样。那现在我们这次就这几年呢，这个当代艺术现在比较火，我们这家公司呢就是赶上这方面的资源和这方面的专家能力都凝聚在一起，那我们在国内呢就算一个不错的在这个板块，那在未来呢也可能这个当代艺术又会
又这个热点又变了啊，这个又出来00后的一批艺术家，那我们可能没抓住这个各种原因啊，那可能我们就下去了。它是非标的一种商品，这个艺术品是非标的个性化的一种商品，它的未来我觉得就是永远在。你说它会跟着这个经济形势走吗？它会跟着中美关系走吗？绝对不是的，因为它是一个非标的小众化的一个圈子。这个艺术品，其实我们现在看，021一天有5万人进来，但它还就是这么个圈子，因为中国有14亿人呢。那你跟地产比的话，地产好的时候，那是年销售额是26万亿的，那现在是下来了，今年的销售额也是10万亿的。我听到的啊，但是不一定是多准确啊，也有10万亿的今年的销售额，就是说这个，但跟我们艺术品来说的话，昨天来说，有人我问一个就是021的一个工作人员，我说是不是销售这一季销售也得有2个亿啊？他说哪儿有啊，2亿。我说这么多人，那不销售？他说我觉得你原来预定的可能不算的话，就在这几天销售没2亿啊，所以这个市场来说呢，可能就是一个圈子。这个圈子，你说它未来，我们生活在这圈子里面，你说未来怎么样？我只能给各位回答，我说，我觉得市场永远在，这个圈子永远在，这个交易永远在，画廊、拍卖公司、收藏家都永远在，就是这样吧。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讲到最后，就是在表达乐观的同时，也表达要平常心，对吧？因为这个市场它是它不是个新事物，对吧？它自古以来应该说有了艺术品，尤其是文艺复兴之后，中国也是明代之后啊，这个整个艺术品的市场就有了啊，或者就有了比较大的一个发展啊，因为。如果追求艺术史的话，以前都是给这个贵族、给宫廷去创作，对吧？那个时候，艺术品的市场是比较小的。那么后来呢，这过去几百年，尤其是19、20世纪之后，我们的艺术品市场是发展很快的。再有就是2000年之后，因为这个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使得包括高古轩，它的全球化的布局也是2000年之后。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艺术品的这个价格的这种天价的很多现象，其实尤其是在2000年之后的过去的接近1/4个世纪形成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流动性现象也好，你说的是一个整个的是一个经济现象、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对吧？都在加速的融合互动。所以从这点来讲的话，我想为什么我们看到当代的这个博览会越来人气越多，对吧？这个也是跟这个供给也有关系，对吧？因为这些人还活着。他能创作，我曾经看过富艺斯的一个创始人，他讲过，他们最早的时候也想拍古典，结果发现古典都在博物馆里面，尤其西方的古典，所以没办法，就只好拍这些现代派啊，拍这些这个当代艺术啊，所以这个板块后来就慢慢起来，这个跟这个供需结构也有关系啊，所以从这点来说的话呢，这个行业它是会持续的会去存在和发展啊，只是会有调整啊，但是呢，要有一个平常心是很重要的。而且他刚才赵总谈到一个消费，以前我们可能讲的多艺术品投资，但是突然发现有些投资不是一定能赚钱，对吧？比如说赵总自己现身说法，他这罐子就没赚钱，对吧？但是呢，它能变现，不是能变现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个有些书画，这个现在都是肯定是赚不到钱的。现在这个大热点、大板块的这个变化又不一样，但是就是我们算这个行业里的。就是从事很多年了啊，就是我觉得我可能有些东西就是能够变现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比较谨慎啊。这个艺术品买艺术品呢，要比较谨慎，要这个多跟一些专家呀，这些对这些资深的这些藏家呀，多交流，多问，这个对你像刘总，他都这收藏几百亿了，他他也是交学费交的很多的，这么多年啊，他从90年代，那这个东西，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代
要更加的这个认真收藏这个艺术品。那么接下来就刘总要再问问您刚才就是谈到了一个平常心的问题，对吧？因为我感觉刘总他看的事物是云淡风轻的，对吧？他谈到市场会有涨跌起伏，他都会，但是呢，这个他是一直参与其中的。而且你也谈到，刘总从90年代中期到现在，差不多30年，是吧？这30年您一直参与，一直都在这个市场里面，而且兴趣点呢，似乎就是真的很多元化。你刚才讲到他其实是这个的心态是非常年轻的，而且不停地在学习。我感觉刘总现在像哲学家啊，经常这个有时候发表一些观点啊，就觉得，对，所以你给我们发表一些哲学见解，对吧？这个收藏的平常心怎么理解？你再发挥发挥，对吧？赵旭刚才讲了很多啊，我对他讲的一句话，我表示一些我的观点啊。他讲到他15年买的元青花，是吧？19年卖掉了，是没赚钱啊。同时呢，他又讲到了鬼谷子下山，那是90年代初吧，就买了2个多亿的。2000几年吧。差不多20年前吧。对。那就要卖了2个多亿的呢。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就听他说的这个东西啊，我认为这个2个东西是没法比的，啊。我先不说你收藏的这个元青花是不是对的啊，就这个价格来说的话，1000多万的元青花，那肯定是元青花里面比较差的，啊，你这个就是一样的，是吧？你今天你说你买一张700的画，啊，你花50万、100万，你可能买得到一张700的画。你现在如果去拍卖公司买，你花100万，张大千的画你也买得到。但你买了这张张大千的画，在张大千的所有绘画里面，你肯定属于差的东西，啊，这个要搞清楚，不是说你是张大千就能拿去跟那个这个爱恨虎记比了，是吧？那也不是说你今天有个元青花，啊，就能去跟那个鬼谷子下山比啊，那一样的。我们当代艺术啊，同样是吧？刚才赵师讲了很多例子啊，其实中国的当代艺术啊，我有些话没法说的吧，啊，说好吧，也是胡扯，是吧？说不好吧，打击大家的信心，是吧？我也没法说的，所以我就基本上不说的。但我不管怎么样，是吧？我感觉中国当代艺术，是吧？特别是现在的那个0212也好，跟那个上海西安艺博会，是吧？这时间成立都不长，啊，差不多都跟我龙美术馆成立可能时间前后差不了多少时间，啊，那么这个10年，特别在这么大的一个上海这样一个城市，是吧？上海也是一个比较能吸收外来文化的这样一个城市，啊，能有这么多，今天有这么多的外资画廊能到中国来，啊，我认为已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了，啊。实际上从我们从一些抖音上也好，从一些媒体上都会看到，是吧？现在外资都在撤了也不少，是吧？今天能这么多的画廊能来，是吧？我认为这个已经是一种文化交流的一种成果了，千万不要去要求他们拿好的东西来，是吧？这个我感觉你要求太高了，是吧？能来就不错了，是吧？人家能来参加你这样一个艺博会，是吧？那本身啊也是对，就是我们现在对艺术热爱的一种认可，也是一种相互的一种文化交流，是吧？这个我认为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一种现象，是吧？那么这种现象，我也希望它能够今后一直维持下去，是吧？比如有10年，也希望有20年，是吧？我相信20年以后，是吧？那肯定，是吧？这个交易量也好，成交量也好，我认为数字会上去，是吧？这个一样的，这个实际上90年代拍卖的时候啊，刚刚拍卖的时候，一场拍卖也就1-2千万块钱，是吧？那肯定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是吧？你这个东西啊，不能说是哪个艺术家，特别是中国艺术嘛，中国当代艺术实际上就30年时间。我有的时候真受不了，是吧？受不了，最受不了什么东西呢？那些自媒体写的，是吧？这个是60后的，这个70后的，这个80后的，这个90后的，这个00后的，妈，一共30年还分5个档次的，
这他妈有病的对吧？我感觉这个有毛病的对吧？我感觉的，这30年一共就30年，他妈分5个档次，就像大学毕业一样，4年一期毕业了以后，完了你再读2年研究生一样的对吧？就一期一期的搞对吧？一共就30年，就这么几个人能卖钱的对吧？今天你几个人卖钱了对吧？那人家审美疲劳了，换2个年轻的出来了，价格便宜嘛，对吧？实际上你看现在今天这样一个市场啊，特别是当代艺术，对吧？当代艺术现在跟收藏的理念是相反过来的，啊，收藏肯定是你最终是要别人记住你收藏过什么东西，啊，不是说你手上有1万件东西，啊，1万件东西你根本一件卖不出去的，是吧？那你这个人生的收藏是最失败的，对吧？这收藏我认为不在乎数量，而是你有什么重要的作品在手上，这叫收藏，对吧？当然这个是个不同的阶段的，对吧？这当代艺术呢，现在是个倒过来的，啊，我判断当代艺术是倒过来的。像当代艺术其实都是便宜的有人收藏，就便宜的有人收藏，啊，这个现象也不是个正常的现象，啊。他不是，这个话怎么讲呢，对吧？你看现在这个现象，我今天下午来了吧，来了以后，我在里面转一圈的时候，就碰到了022这个主办方周大伟先生，对吧？他就跟我说：“阿哥啊，说今年年轻的便宜的卖的特别好，对吧？年轻的便宜的卖的特别好，对吧？那你说这话不是说这话有毛病，是吧？这话就是一个现在的一个现实，是吧？现在的你看每一家画廊，你里边去转一圈，是吧？基本上，啊，我从头到尾看了一下，我就问了一件作品，是吧？问了一件作品，啊，我感觉这件相对可能还贵一点，一问700万啊人民币左右，是吧？那来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几十万、100万以内的，那你人多也没用呀，对吧？再卖得好，你把这个交易额小呀，对吧？你这个所以交易量不上去也有一定的道理的，对吧？那么这个可能跟目前我们经济的一个，比如说一种调整，对吧？一个阶段性的调整，还有一种人的心态的欲望都有关联，对吧？这个各种因素吧叠加在一起，可能市场也本身通过这些年的发展，它自身也肯定需要一种调整，对吧？所以说这种综合性的东西，你很难用1句话2句话去评判它的未来，对吧？但我感觉到感觉到来说的话，对吧？市场还是不错，对吧？你人也这么多，对吧？年轻的嘛，你像刚赵旭说的，送什么衣的吧？送一田，他可能买来10万块钱，现在卖100万或者150万，是吧？但这要掌握估计是比较难的了，是吧？这都比较难的。那么这种现象呢，实际上年轻的这种当代艺术这种现象呢，主要是从西方过来的，是吧？西方过来的，是吧？那么实际上西方艺术也一样，是吧？西方艺术年轻的艺术家前些年也没有人要的。也没要的，是吧？根本卖不掉的。后来我就突然感觉到很奇怪了，怎么这些艺术家都要配货了，是吧？啊，我也感觉很奇怪，是吧？学爱马仕包包了，是吧？都配货了，是吧？啊，但是呢，因为存在的一种结果，啊，就造成了一种人性的一种追逐，啊，这种追逐我认为也很正常，啊，你就像我吧，我记得我有一年在高古县纽约。买过件东西，我也没当一件事情，对吧？好像4万多块钱吧，人民币买的吧？美金吧？每件肯定是美金，在纽约高古轩买的。高古轩4万还是8万美金？ 4万4千多块钱，4万6千块钱。我发过个朋友圈的，那么把那个价格发出来了，啊，这次我卖了1000多万，对吧？啊，那所以存在着这种故事，对吧？存在着这种机会，对吧？所以呢。年轻的艺术家受到追捧，是吧？也是一种现象，是吧？但这种现象会不会都像这种行为，是吧？都像你说的那个孙什么？孙一田，对吧？
那可能不知道，对吧？就像你买6合彩一样的，对吧？今天你能中奖，不一定他能中奖。好，谢谢我们刘总总是深入浅出的表达他的论点啊。但是不管怎么样的话呢，就是我们有这么多人去喜欢艺术啊，这个市场它还会长期去有一个不错的一个发展。当然了，归根到底来讲的话呢，他谈到说这个年轻人的受欢迎的现象，这不光是价格低的问题，可能价格低是一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就是谁都年轻过，对吧？因为艺术市场如果永远是那些老人家，对吧？那这个市场也没法发展，对吧？所以它也确实需要很多的新鲜的这些供给或者新鲜的这些艺术家要出来。好，那么我想呢，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也聊了一些了，我们也可以给现场开放一些问题啊，大家有什么感兴趣的，可以向2位提问啊。如果你们没有的话呢，我会继续问。我看有位女士已经迫不及待举手了，我们工作人员把话筒给到她，好吗？把话筒给她。那个后面那位女士，不好意思，先后面。对，她比较。我是刚刚才到现场，但是我在路上的时候一直通过那个线上直播在听几位老师在谈论这个市场的话题。我就简单说一下几个问题吧，问题有点多，不好意思。一定要简明扼要啊。对，首先是我想问一下刘一谦先生，可能会有一点点尖锐啊，我希望您不要介意。就是您我们应该如何正解您前不久出手那个？就是您的这个收藏，就是那个莫迪利啊，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您这种行为？然后你有没有评估过这个对市场会释放怎样的一个信号？然后第二个是我想问一下那个赵总，就是您怎么看待中国市场跟这个国外市场的关系？就他们是怎么样一种联系？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就都可以回答，就是我有注意到，就是国内的市场现在有一些一级市场，比如大的画廊，他们有成立私洽部门，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谢谢。你是从业者吗？我是从业者，但是属于就是人微言轻。还有一个点我想回应一下，就是年轻人但我也可能不算年轻人，已经就像前面那个大佬说的，80后也已经40岁了，我已经38岁了，然后我对就是古代还有近现代以及当代的作品都感兴趣。我认为没有一个所谓什么年代，什么年龄段喜欢什么样年代的作品？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比较信奉一句话，就是没有什么样类别的作品，只有是否是好的作品，不管它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还是当代的，只要它是好的，那就 OK， 它是可以古今中外打通的，它在一条时空线索上面，这是我的回应。谢谢你的观点啊。只要它是好的，同时你钱包里有钱，而且还有兴趣啊，谢谢你。这个话题要回应吗？你再重新说一遍，我忘掉了，刚才问什么东西了？你这么多问题谁记得住呢？问我什么东西我都记不住了。对不起，我是觉得很想现场跟您就你就问我一个问题对吧？你4个问题我都记不住，你后面讲的，你后面再讲我也要听，早就把你前面讲的忘掉了。抱歉，就是关于您就是前不久就是出手您的作品这个龙图这个专场，当时我们应该如何正解您的这个行为？不，我特别好奇，你为什么会关心这个问题的？因为我有看到一些评论的文章。啊，你也就想跟八卦一下是吧？那我就满足你的八卦心态。这个问题你也可以选择拒绝回答。我没什么好拒绝的，对吧？ OK。我认为就是这样，对吧？其实我认为，当下有一种文化，就这种文化，这种文化叫什么文化呢？叫缺少思考的文化，是吧？因为别人关注，我也关注；因为别人关心，我也关心。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很少去区别这件问题的真实和虚假，啊。那么至于我，
卖东西是吧？我认为法律没规定我不能卖东西，是吧？这不是个违法的事情，是吧？那么可能啊，因为这些年啊太多了啊，就是呢，市场上的形象可能一直是买入的多，对吧？没什么买出，对吧？实际上这种问题啊，我认为，对我来说本身就不是个问题，对吧？我认为很正常。你又提到了莫迪里安尼，对吧？你们甚至也感觉到，哇，刘总4200万买来的，3000万就卖掉了，亏死了。哎，你们哪怎么知道我会亏钱的了？我怎么感觉你们比我还聪明，对吧？就天天就是你们他妈比我还了解，对吧？就是莫名其妙的，对吧？这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可以了。这你们不要老是想我，对吧？想我走路过红绿灯安不安全，对吧？大家都一样过红绿灯，都有没有安全问题存在的，对吧？所以我感觉为什么？就今天啊，在这么个市场点上，对吧？龙图这次在香港苏比吧，是吧？有40来件作品的拍卖，对吧？这种拍卖呢，总体来说的话，现场成交可能有个10%来件都作品没有成交，对吧？那么9件，对吧？10来件我也没记住的，啊。那么这个过程中间，我今天也可以说私底下要私洽的也很多，对吧？也卖了几件，对吧？还有几件要我们买，我们不卖的也有，对吧？我今天也把这个话直接给你们，省得你们他妈天天哎呦，这个饭炒过来炒过去的，也没什么好炒的，对吧？就这么个情况，对吧？那么从美术馆的角度来也一样，对吧？这龙美术馆，我感觉到，算从我个人角度来说的话。我现在是特别钦佩我老婆的，哪来的这么多的干劲，对吧？妈10年了，弄个美术馆，对吧？该牛逼也牛逼过了，对吧？该他妈的装逼也装过了嘛就好了，对吧？一个天天弄展览，对吧？3个月翻一次，他妈烦不烦，对吧？你1年弄个3次嘛就够了，对吧？你关掉不行，对吧？你关不了，对吧？那就少弄一点，对吧？那么半年换一次展，对吧？你不就轻松一点嘛？哦呦，天天那么烦，对吧？一会这个一会那个的，对吧？这个干劲大得不得了，对吧？这受不了。那天我记得那个肖像与表情展的开幕的时候，是吧？边上有个人说：“刘先生，哇，这个展览太好了。”我说：“这好跟我有什么关系，对吧？”实际上我的内心，对吧，已经对这种东西已经有种厌恶感了啊。真的有点厌恶感，对吧？因为一个呢，本身你从一个收藏嘛，做一个美术馆，这个过程本身是多多少少带着一种冲动，和带着一些理想，啊。那一开了美术馆以后呢，你更要装逼，对吧？就想买好的东西的，所以设计的门类呢越来越多，是吧？中国的、国外的，对吧？什么都设计，对吧？其实这个东西对自己的人生也压力也特别大，是吧？那么加上现在本身60岁了，弄了10年了的，我就劝都劝不听的，哎呦，这受不了，我苦啊！好，我们我顺着这个刘总呢，我也讲一下我对他这个理解啊，但是不一定是，就是我讲一下我对他的认识啊。这刘总呢，他呢为什么会大家会关注他这个拍卖呢？就是说，就是我想他至少是应该是从。这15年来啊，但原来我就是说，原来是有原来的一个就是他当时他买涉足这个艺术品，要是从93年那个嘉德拍卖开始20年，那至少他是应该从15年来，就是他是全球最大的一个购买艺术品的这么一个买家啊，这个第2名呢可能是他的几分之一啊。这个确实是就全球范围内去比的，但是刘总并不是说是全球最大的收藏家啊，他有的岁数比他大得多的，现在皮诺那都90了，那个 LV 的老板，佳士得的老板啊，但我不知道他收藏多少东西啊，但是皮诺呢，他也把东西拿出来，这个藏家呢，他这个体量的藏家，他也拿出来去放在他的公司去卖这个艺术品啊，
比如说曾梵志老师的作品啊，贾爱丽老师的作品啊，这个，像比如说跟刘总，就是说，应该是一样体量的一个收藏家，林百里先生啊，那在08年的时候，他也拿出来作品交给我，那时候我在保利拍卖，他也交给我们去拍一些近现代的，这个作品，当然他是收藏张大千的作品啊。这个一些古画，他是收藏这些是顶级的一个藏家，但他也有一些要置换的作品，因为刘总他是让我理解啊，就是在中国没有藏家，或者说我所见过的藏家里面最顶级的藏家不少，但是没有一个就是说永远这辈子不卖东西的。他已经收藏20年，至少是从93年到现在，那他这么一个体量，他去卖点东西，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一个事儿。就是说，当然可能那个你们这个在社会上是有些大家年轻人会关注，哇，他怎么卖东西？对于我来说，我很理解。我觉得那我是反正经常，那我是一缺钱了就卖2件东西。像刚才不是讲了吗？那他不一定是缺钱，他有各种原因嘛。大家就是他要美术馆，他也需要调换的。尤其民营美术馆。对，我再补充一下，也是大家对这个现象呢，其实要保持一颗平常心了。这不仅私人藏家如此，其实像国外的一些大的博物馆，像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经常拿他们的一些馆藏出来，就是卖东西，对吧？那么他们往往也是用于他们的馆里的一些运营啊，包括他的更换一些收藏的方向啊等等，这个太正常了。那么第二个呢？你要说？哎，对，就是再给大家呢，给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啊，就是这次10月份的苏富比啊，也有一个除了刘总啊，还有一个世界级的一个藏家也卖东西，但你们可能就是不关注啊，他就是这个悉尼雷德的老板陈博士，叫陈来福，我去过他那个这个博物馆在这个 LA 啊，就这次呢，就是苏富比他也是卖了一些东西哦。而且听说是还会继续的，对，这些信息呢，其实都只在说明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应该把关注的重点把它切换成说，为什么这些作品能够变现？因为在很多时候来讲的话呢，它不是说你其他的房子也好啊，其他类型也好，可能都不如艺术品，反而。所以从这点来讲的话呢，我们其实不用过多的去关注这个藏家或者这个机构为什么去卖东西，对吧？他说买东西，一切放在历史的这么一个时间线当中去看，都非常正常。就是刚才刘总讲的，其实我们都应该有一颗平常心，对吧？因为这个就是收藏家的心态也会发生变化，包括年龄，对吧？他刚才讲他60了，我们应该祝刘总生日快乐啊！马上他要到他的生日了，这个月底啊，所以，对。所以你想想，如果你60岁的时候，你也可能有一些人生的新的一些思考，对不对？所以，我想很多原因啊，我们应该把这个焦点转换，对吧？就是说，艺术品给我们带来的能量，对不对？我们陪伴它一程，其实已经很快乐，对吧？它还能够去变现啊，不管什么原因，它能变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点。那么第3点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应该在这个时刻去奉献我们对于收藏家的尊重啊，去欣赏他们的品味，对不对？你们去看那些作品是不是够好，是不是够给我们带来愉快的一些记忆？我觉得这是我们对待收藏的一个正确的这么一个理念。因为收藏呢，确实是像刚才刘总讲，他很多作品当时也是花大价钱买来的。那么请问今天是不是也有很多人有这样财力的时候，他愿意去收藏艺术品，而不是去干别的，对吧？我们从社会上读到很多新闻，哇，这个9个亿，对吧？打水漂了，干别的打水漂了。我们浪费的还不够多嘛，对不对？我们有中国这么好的收藏家，去把这个钱，对吧？企业赚来的钱，自己赚来的钱，去收藏好的艺术品，我觉得这本身就是对社会、对人类的贡献啊！所以我在这儿的话，我建议大家再一次把掌声送给刘总。好，我是不是时间差不多了，对不对？对，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已经聊了1个小时了，我们因为后面可能还有别的议题。我们这个沙龙呢就到这告一段落啊，但是要再一次感谢大家的参与，尤其是刚才那位女士的问题，我知道还有别人有问题，那么以后再找机会交流了，谢谢大家。